有一个男士非常生气啊，相亲2个多月了，相亲对象让亲让摸让牵手，就是不明确关系啊，把男士气得吐血啊。8月份的时候，这男士老家亲戚给他介绍一个女孩子啊，98年的私企做会计，1年工资得有个5万多点吧。男士呢是95年的国企小领导啊，1年有个10多万。2个人第一次见完面之后啊，人这姑娘就特别主动啊，主动问候，主动关心。这哥们就秉承了一个点啊，人轩宇老师说了啊，见完面之后能主动的女孩子那是喜欢你的。于是呀，这男生就想着呀，我这相亲10回8回被拒的，终于有人喜欢我了。他呢立马发起了进攻啊，主动去约这个女孩子吃饭看电影。果然呢，人这女孩子也是表达出好感，一约就出来。而且这2人的约会状态都很好啊，有说有笑的，聊天话题非常相投，三观也合，兴趣也合。他又想起轩宇老师说的了啊，这2人相处的要舒服了，这关系就可以再提升一个阶段，产生一些肢体接触，试探一下。于是呢，就到了一个周末呀，他又约这个女孩子出来去玩密室逃脱去了。你还别说啊，关键人这个女孩她也同意。那密室逃脱啊，它是分故事的，男士就带这姑娘呢选了一个恐怖系列的啊。这结果呢就是啊，手也牵了。女孩子害怕的时候啊，这男士呢他也抱上去了，也摸了。从这次之后呢，2个人约会牵手就变得比较自然了。女方呢也都让他去牵。这个月初啊，2个人认识了大约有1个多月。人这男士啊就约这个姑娘啊去划船去了。玩了一下午呀，很开心，一直玩到晚上。2个人吃完饭就踏马路啊，男士就情不自禁的牵上女孩子的手，抱上了，亲了女方。这姑娘是一点都没拒绝呀。咱就说说故事发展到这儿，大家是不是就默认了这2人是互相喜欢呀？下一步就是确认关系啊，2人可以好好谈恋爱了。这不上个周末，男士又请这姑娘出来，2个人吃了饭看了电影啊，男士就主动送这姑娘回家呀，在女方的家楼底下，他就拉着这姑娘的手，车钥匙一按，嘚嘚一响，后备箱一起，礼物鲜花浪漫的情话都准备好了，场景不错吧？谁知人这姑娘抱着鲜花来了句啊，我还没考虑好，我要考虑一下。这给男士给整懵了啊！哎呀，是不是太突然了呀？就赶紧安慰这女孩子，说自己一直很喜欢她，就是想好好爱她等等之类的。但这姑娘呢说话呀，这语气就开始客气了啊，说自己要考虑2天。你人确实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这确认关系这事儿吧，咱得认真考虑一下。到这儿啊，剧情发展的兄弟们大脑 CPU 给干懵了啊！你说是怎么地啊？这男士他也急了呀，他就觉得这手也牵了，人也让抱了，也让我亲了。这不就是愿意跟我谈恋爱了，怎么还不同意做我女朋友呢？接下来后面这几天就发现这姑娘态度明显冷落了很多，不怎么跟他说话了。他又急啊，这昨晚就找中间这个媒人去问话去了啊。人女方给的回复啊，觉得2个人不合适，性格不合，要不就算了吧。男士这一听差点没气出毛病来啊，就问我了，认识2个月，钱也花了不少了，聊天很积极，这让亲了抱了摸了的，这最后就是不让确认关系，这啥意思呀？兄弟啊，你去买房钱交了，但是他就是不给你网钱，不给你办正式的手续，大概率啊，要么这房子产权那是另有其人，要么这卖房的呀他动摇了，觉得卖给你有点亏啊，想着还可以卖个高价呀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很多人把相亲这事看得很透的，相亲的目的是筛选，你要选一个人去结婚的，不是要跟他谈恋爱的。一个女孩在见面之后对你的态度很积极，那表明你身上是有她满意的地方，她是喜欢你的。比如说你经济条件好呀，这会让她有动力想要跟你相处。这既然相处了，成年人你多少得拿出点诚意吧，我是愿意跟你做一些亲密的事情的。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，他就发现了你条件好，但你长得丑啊，个子矮啊，情商不高，不会哄人啊等等，你是有明显的他不能接受的地方。这时候他又不甘心跟你谈恋爱，但是又纠结我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，就这么先处着看看吧。结果你不讲武德，非要去确认关系，他就有点不甘心了。所以跟你能有亲密关系，是因为你某些方面对他是有吸引力的，但是他不跟你确认关系，是你其他方面他不足，这又导致这些吸引力他不足以战胜这些客观条件，达不到他心里的预期，他就不想跟你建立男女朋友关系。说直白一点就是有点喜欢你，但是做他男朋友的标准还远远不够，这种人踹你早晚的事情。所以宝儿，听我劝，别浪费自己的时间在这种人身上，当断则断，也别幻想着自己可以当纯爱战士追到他，别把应该走肾的人走了心。宝儿，散会。现在社会有一种很扯淡的婚恋观，就是认为可以和不喜欢但是条件合适的人结婚，说感情可以婚后培养。有一位男士28岁，在国企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，家里人不停的催婚，于是开始频繁的相亲。
遇见一位女士呢，是27岁做会计工作的，两人刚见面啊，男士对女方感觉特别不错啊，就主动去追求，但女方觉得他有点矮，性格还挺木的，所以不喜欢。但碍于男人的这个学历高，而且工作也很好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于是在权衡利弊之后这姑娘同意交往了。平常的时候呢，这个男士就主动发信息给她，女方呢是有问才有回，从来也不主动发信息给男士。两人约会呢也总是很客气，总是感觉这关系就是亲近不来，也一起做过很多外人看来很恩爱的事情，比如说一起吃饭看电影，牵手踏马路，假期有空呢也出去旅游，但是总感觉这精神层面上很难有共鸣，就算做了这些之后也很难开心。家里人不停催促，责任都怪到男方身上，觉得是男士不够主动不够热情，但每次男士主动去吻她，姑娘总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即便是被动接受，事后还是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就这样，两人熟悉又陌生的谈了半年之后见了双方的父母，很快订婚结婚，彩礼要了18万。婚后的两个人呢，稍微一点不顺心就会大吵大闹，一天小吵2天一大吵，姑娘是越来越讨厌对方。很多小细节呢，比如说男士吃饭发出声音，男士亲吻的样子，甚至连一个牵手都感到厌恶的无以复加。两人平常呢没有话说，工作完回到家，要么冷冷清清，要么吵的是翻天覆地，邻居劝架都劝累了。结婚半年后，女方主动提出离婚，退还一半彩礼，另一半呢当做婚姻失败的补偿。男士同意了，两人一场婚姻闹剧结束了。很多人都问过我不喜欢对方，但是对方条件很好很合适，可以结婚吗？答案是不可以。纵使举案齐眉，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终究意难平。结婚是另外一个纷繁绕杂的开始，你们要朝夕相处，一起要做很多其实远远都谈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情，比如说买菜做饭，买房子装修房子，要融入对方的家庭生活，孝敬对方的父母，生孩子给老人送终等等这些。如果你对这个人不喜欢，根本坚持不下去，你会越来越讨厌他，他做错一点小事你都会放大10倍的去嫌弃，这样的婚姻压根儿没有幸福可言。而结婚后培养的感情是和爱情无关的，有一部分是友情，有一部分是亲情，除非你有特别吸引对方的特质，比如说能力出众、才华、幽默、长相帅气，慢慢培养一段时间可能会产生爱情，否则永远都不会。爱情是身体本能的想要靠近对方，如果对方排斥亲吻、身体接触这些亲密行为，那就是不爱。身体它骗不了人，不要去和一个你不爱或者是不爱你的人结婚。另一面呢，如果婚姻只看爱情不看条件，那这段婚姻也会千疮百孔。激情期荷尔蒙上升，只看到对方的闪光点，爱得死去活来，认为是非对方不娶非对方不嫁了。但激情退却，一只脚踏入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，你就会发现爱情是很容易被消耗掉的。它没有那么的优秀，你也没有那么的完美，都有缺陷，彼此无法再带着美颜滤镜去看待对方。有家庭责任感的人他会固守家庭，而追求自我的人很容易厌烦这段感情，出现婚外情。我们选择的结婚对象一定是可以和你共同抵御岁月侵袭的伴侣。首先呢，你要从对方的身上是有所图的，比如说你图他性格温柔，对你好，工作稳定，圈子和你相同，他会图你的性格稳重，工作能力和家庭条件，这叫做条件合适。其次一定要有感情基础，但不要对爱情抱有特别高的期待值，那个命中注定爱你为你量身定做的人根本不存在。你需要选择一位相处起来轻松舒服的，他愿意对你好，你也愿意对他好的人。有爱呢才会有动力，如果你不爱对方，只图条件，那就早点放手，千万别糟蹋了自己也作践了别人。中午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相亲见面，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这男方呢是33岁在私企工作，部门经理，有车有房，年薪在10万左右。女方呢是32岁，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，做审计工作的，年薪也在10万左右。两个人呢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互相觉得都还行，条件也相当，这年龄呢也合适就答应相处看看。这不两人都放假了，今天中午又约着见了第2次面。刚刚见完面就在中午有1点左右两人就干起仗来了，先后给我打电话以前我就说过一旦见完面立马就找我的，基本都不是好事儿。先是女方气势汹汹说对方不真诚，态度不好。一问具体情况，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证。这第一条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，没有跟他沟通出行问题。简单点说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，
导致他在寒冬腊月天呀打车出来见面。其次啊，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。他说这是第2次见面，按理说呀，这第1次见面了解过了吗？大家都觉得合适啊，才会来见第2次面。一见面呢，也没有什么惊喜，也没什么浪漫，也没什么礼物，这得让他觉得这个男人啊，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。第3个呢，是点菜的时候，男方直接忽视他的喜好，是自顾自的点菜啊。他不爱吃海鲜，不爱吃鸡，但是男士啊都点上了。这第4条呀，说到这条，这姑娘嗓门呢提高了8度呀。他竟然让我给他饭钱，我缺那钱吗？你给我评评理啊！这顿饭啊，先不说啊，都不是我的口味，不是麻的就是辣的，不是甜的就是咸的，我都没吃几口，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啊？哎呀，听完这4条，我的脑血管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！接着男方呢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这个情况，先是接送问题，这男士就说呀，自己一开始啊确实不知道女方是希望接他的，以为啊两人约好地址啊就可以直接过去了。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喜，男方觉得这才是第2次见面嘛，并不是很了解对方，所以还没有到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。这第3呢是关于吃饭，男方说自己啊当时是问过女方想吃什么，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，也不怎么搭理自己，一直在玩手机，也没抬头啊，就说了句随便，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。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事儿，男士说啊确实提出来了，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因为女方呀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，男士和他说话呢也不搭理，偶尔回答几句呢也没有什么好气儿，总是自己啊在玩手机，给他夹菜呢他直接都给扔回来，说不需要。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，直接就怼这个女方呀，既然来相亲了，那就别端着了，也没人欠你，你拉大个脸给谁看呢？这姑娘听完呢，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就杠起来了啊，说对方人品有问题，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。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，男方就提出啊，让女方来承担1半的饭钱。女方听完呢，是拎包就走啊。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结束之后呢，我给我大姨的邻居回了个信儿啊，我这边庙小，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，确实伺候不了大佛。32岁了，还以为自己是23呢，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？30多了，接触的男的也应该都30多了，就这个年龄段，除了骗子，谁一天没事研究着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啊？没感觉到真诚？什么是真诚啊？车接车送，每天嘘寒问暖，各种浪漫加惊喜吗？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怎么地，幻想着一个长得帅、超有钱的男人，就像盖世英雄出现在你面前，然后承担起你所有的经济开支，并且还得对你随叫随到，像祖宗一样宠着你，对你唯命是从啊？是不是还得要至死不渝的那种？死了这个男人还得爱着你呢，为了你终身不娶啊！30多的人了，来相亲找对象，说白了就是条件合适，互相不讨厌，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。你还想着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啊？大白天做梦不害臊？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啊！单身女人上了30岁啊，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。要结婚呢，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呀，就要伏低做小，忍气吞声；找到条件差不多的，就要互相理解，互相迁就。你又不是公主，端着个臭架子，这辈子都得打光棍儿。